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央八这回真的太会评了，杨洋版展昭太圈粉，温润藏锋才是真武侠该有的样子。2026年开年以来，内娱武侠圈扎堆上新，能让官方媒体专门给单个角色出专属点评的，也就杨洋与林玲里的展昭。央八4个大字温润藏锋甩出来，直接把杨洋到底演了一个怎样的展昭这个话题定在热搜第一，连刷3天都没下去。剧收官这么久，讨论度不降反升，说白了就是这个评价戳中了所有观众的心里话，没什么虚的吹捧，4个字就把这版展昭的魂说透了。这么多年翻拍武侠拍了无数，经典侠客早被演了一遍又一遍，展昭更是很多演员都碰过的经典 IP， 但你翻出来看看，大部分都逃不出2个极端，要么就是把男侠演成浑身带刺的冷面杀手，全程皱着眉摆酷，连跟人说话都带着杀气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拔刀砍人，一点侠者的谦和都没有；要么就是走另一个极端，把展昭演成软乎乎的白面书生，全程温温柔柔没脾气，碰到事都不敢高声说话，根本撑不起男侠顶得住风雨的气场。非刚即柔，演来演去都是纸片人，观众看了几十年，早就看腻了这套模板。杨洋这版能出圈，能拿到官方盖章，核心就是他跳出了这个怪圈，真的做到了刚柔并济，把展昭从书本里的侠客变成了活生生站在你面前的人。很多人对展昭的固有印象就是天生的男侠，是无所不能的正义工具人，永远杀伐果断，永远没有软肋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守护公道，连情绪都不需要有。杨洋自己聊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不认可这个说法，他说展昭从来不是天生强大的英雄，他从入世开始就站在朝堂和江湖的夹缝里，一边要恪守为官的规矩，不碰底线，一边要在江湖里周旋，对抗藏在暗处的奸恶。双重身份的拉扯，四面八方的压力，全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他怎么可能没有疲惫的时候？怎么可能没有心酸的时候？就是这份解读，直接把展昭从神坛拉回了地面，让这个角色彻底摆脱了纸片人的标签，有了普通人的七情六欲。先说说大家都夸的温润，也就是角色的柔。这个柔不是软弱可欺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，是侠者的悲悯初心。剧中展昭待人接物永远谦和有度，碰到无辜的百姓，从来不会恃强凌弱，反而处处体恤。跟身边的朋友相处，也没有半分官架子，就是纯粹的赤诚坦荡，带着少年人的热乎气。他的温柔不是给观众看的人设，是一点点用细节堆出来的。跟百姓说话会微微俯身，看到弱小受欺负会下意识伸手挡在前面，碰到无力回天的冤案，眼底会悄悄泛红，不会扯着嗓子喊口号，就是藏在细节里的心疼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柔是有底线的，不是什么错都能原谅的圣母。是我善待世人，但你碰了公道正义，我半分都不会让。再说说藏在温润底下的风，这才是展昭的灵魂。很多演员演侠者的刚，都喜欢摆在明面上，走路晃肩，拔剑耍帅，生怕观众看不出他厉害。杨洋不这么演，他的风藏在骨子里，不碰到事根本不会露出来。平时就是温温和和的谦谦君子，真碰到朝堂阴谋，小人构陷，他眼神一下就冷了，对峙的时候字字铿锵，半分妥协都没有。打戏更不用说，整部剧95%的打戏都是杨洋自己上，没有用替身抠图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慢镜头滤镜拖时间。
动作干净利落，一招一式都有章法，没有花里胡哨的多余动作，每一下都透着正气。最初圈的雪中称剑那场戏，殊死一战打完，真相大白。展昭浑身是伤，站在雪地里，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，最后还是硬生生把杯挺起来了。那一刻，很多观众都说自己突然懂了什么叫南侠，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，是明明已经累得快撑不住了，还是要守着自己心里的那点公道，一步都不退。制片人侯洪亮说杨洋是天选展昭，这话真不是客气的场面话。现在多少演员接经典翻拍，就是冲着 IP 流量来的，剧本随便看看，台词对着念，打戏全靠替身，全程就负责凹造型耍帅，演完圈一波钱就走，根本没人管角色对不对位。杨洋接了这个角色之后，先把《三侠五义》原著翻了不知道多少遍，把展昭从入世到坚守本心的整个成长线捋得清清楚楚，连北宋官员行礼的姿势、日常走路的体态、握剑的手势，这些没人注意的小细节，他都一个个抠过来，最后自己琢磨出藏风余俏的演法，所有特质都揉在细节里，不一股脑塞给观众。也正是这份功夫，让他直接撕掉了很多观众给他贴的旧标签。之前不少人说杨洋演什么都端着，就会耍帅，这次演展昭，他半分刻意耍帅的动作都没有，全是收着演，克制又细腻。很多人说现在内娱武侠找不到中式风骨了，说白了就是演员太浮躁，都想着快速出圈赚快钱，没人沉下心琢磨角色。杨洋这次用行动证明，你肯下多少功夫，观众就能看到多少东西。央八的4个字认证不是随便给的，是业内对这个角色的认可，加上观众的口碑，双向盖章，这才是真的爆。内娱这么多年翻拍了不知道多少经典武侠，能播完之后还让观众反复讨论，能留下一个立得住的角色，真的没几个。这版展昭不是完美无缺的，但它有血有肉，有柔有刚，有温度也有风骨，够观众记好久了。接下来2026年还有好几部大制作武侠待播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出下一个这样让人记得住的角色。毕竟观众看够了流水线生产的模板人设，就想多看看几个活生生的人。